1975年的洛杉矶，一个名叫希尔维斯特·史特龙的年轻人正活在人生的谷底。他穷困潦倒，身无分文，演员梦被好莱坞拒绝了超过1500次。最绝望的时候，他甚至以$25的价格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狗，只为换取一顿饭。他的生活就像一部被判了死刑的剧本，看不到任何光亮。转机发生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夜晚，他在一家破旧的酒吧里观看了一场拳王阿里的比赛。荧幕上，阿里的对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拳击手查克·威普纳，在所有人都认为他会被秒杀的情况下，一次次被击倒，又一次次顽强地站起来，硬是撑满了15个回合，甚至一度将拳王击倒。那一刻，史特龙被深深击中了。他看到的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小人物拒绝向命运屈服的怒吼。他冲回家，把自己关起来，在肾上腺素的驱使下，仅用3天3夜就写出了一个剧本《洛基》。剧本很快被一家电影公司看中，对方开出了在当时堪称天价的$36万买断。这笔钱足以让他瞬间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的生活。所有人都劝他接受，这是一个穷小子一步登天的绝佳机会。但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拒绝了。他提出了一个在片方看来极其荒谬的条件：剧本可以便宜卖，甚至白送，但主角洛基必须由他自己来演。电影公司的高层嘲笑他：你根本不是演员，你连话都说不清楚。他们只想买下剧本，找一个真正的明星来演。接下来是漫长的拉锯战。史特龙的贫困在加剧，但他死死攥着这个唯一的要求不放。他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角色，这是他自己的人生，是他从谷底向上攀爬的唯一机会。他等的不是别人的施舍，而是亲手打破命运枷锁的权利。最终，电影公司妥协了，他们只给了史特龙最低的演员薪酬和一笔极少的剧本费用。但史特龙赢了。他用那笔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赎回了自己心爱的小狗。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洛基一炮而红，成为影视传奇。史特龙也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国际巨星。回看这个故事，我们常常惊叹于他的运气，但很少有人深思，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史特龙真正抢到的是什么？他抢到的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种主动破局的资格。他拒绝了被动等待命运的宣判，选择了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这正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一生都未能领悟的关键。我们总是在等待，等机会从天而降，等环境变得完美，等一个贵人来提拔自己。我们习惯了扮演那个在路边等待搭车的旅人，却从未想过自己也可以是那个决定方向、手握方向盘的司机。我们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一次次的等待中，温顺地接受了平庸的命运。想要跨越阶层，想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从思维深处，用主动破局取代被动等待。这种破局的思维体现在3个至关重要的层面。首先是在信息的迷雾中，学会抢先一步看清真相。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张被精心编织的信息网里。我们刷到的新闻，看到的热点，听到的所谓商机，大多是别人筛选过后想让我们看到的大陆货。当一个赚钱的机会在你的朋友圈里刷屏时，它最好的红利期早已过去，你此刻的入场无异于为别人的盛宴买单。真正的机会永远藏在大多数人看不见的角落，隐藏在那些需要费力挖掘的信息差里。就像10几年前的比特币，当它刚出现时，主流媒体称之为骗局，身边的朋友视之为笑话。但一小部分被称为极客的人，他们没有等待大众的认可，
而是主动钻研其背后的技术白皮书，混迹于早期的加密社群。他们在无人问津时下注，最终获得了惊人的回报。而那些等待一切尘埃落定再入场的人，往往成了被套牢的韭菜。这种抢信息差的能力并非少数人的天赋，而是一种可以刻意练习的习惯。我认识一位朋友，几年前在他所在的城市，第一个享受到了新能源汽车的高额补贴。他并非有什么内部消息，而是在大多数人还在刷短影音的时候，他养成了每周浏览市政官网、研读政策预告的习惯。当补贴政策发布的那一秒，他早已备齐所有资料。在众人还在研究申请流程时，他已经拿到了名额。你看，他抢到的这笔钱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他从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猎人。他明白，所有免费且唾手可得的信息，其价值都趋近于零。真正的价值藏在那些需要付费订阅的行业报告里，藏在那些需要跨越语言障碍去阅读的海外文献里，藏在那些需要放下身段去请教的行业前辈的只言片语里。你的信息来源正在悄悄决定你的财富水平。停止做一个信息的喂养者，开始做一个信息的狩猎者，这是你实现破局的第一步。其次是在时间的洪流中，学会抢在风口形成之前起飞。你是否常常感觉自己总是在差一点就赶上了的懊悔中度过？短影音刚兴起时，你觉得内容粗糙，不屑一顾。2年后，当初那些拿着手机随手拍的人，已经坐拥100万粉丝，电商直播刚冒头时，你觉得抛头露面，难为情。等你看到身边的人都开始赚钱，想入场时，却发现坑位费已经高到你无法承受。时间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筛子，它会毫不留情地筛掉所有犹豫不决的人。我们总在追求一个完美的时机，总想等自己完全准备好，等市场完全成熟，等所有风险都消失。但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真相，当一个机会变得所有人都看得懂时，它就不再是机会，而是人人争抢的共识。而共识的价格，普通人永远也付不起。风口的本质从来不是等风来了把你吹上天，而是当空气中只有一丝微风时，你敢不敢张开自己尚不完美的翅膀，去尝试第一次飞行？所有伟大的事业在最初都显得混乱、粗糙，甚至可笑，而这恰恰是普通人最好的切入时机，因为门槛最低，规则未定，竞争最少。几年前 AI 绘画工具刚刚出现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许多专业画师抵制它，普通人觉得它太复杂。但就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没有参与争论，而是第一时间投入进去，研究那些蹩脚的指令，忍受着软件的不稳定，日夜不停地生成、调试。当大多数人终于反应过来，想学习这项新技术时，他们早已积累了数万张作品，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和社群，开始承接商业订单，甚至开班授课了。他们成功的秘诀，无非是践行了那句朴素的真理：完成永远比完美更重要。先上车，再在车上找个好座位。如果你永远在月台上研究哪一班列车最舒适、最安全，那么你将错过所有驶向未来的列车。你的舒适区正在成为你人生的缓刑期。犹豫是普通人最昂贵的慢性自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在沉寂的人海中，学会主动为自己抢夺一束光。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一个冷酷的现实是，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你有多好，而取决于有多少人知道你有多好。怀才不遇在今天，与其说是一种悲剧，不如说是一种懒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谦虚，要内敛，要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巷子太深，深到如果你不拿着扩音器在巷口大声吆喝，
你的酒再香，也只会默默地在角落里过期。流量就是你个人价值的放大器，它能把你的一分才华放大成10分的影响力。我曾关注一位在网络上教 Excel 的创作者，这个题材听起来无比枯燥，但他硬是把教程做成了情景喜剧，用各种有趣的职场故事来包装知识点。他没有等待某个老板来发现他的才华，而是主动出击，去抢夺那些本该属于娱乐内容的用户时间。几年下来，他积累了100万粉丝，个人声望和收入都远超那些在办公室里默默做表的所谓 Excel 高手。他的技术真的是最顶尖的吗？未必，但他绝对是最懂得为自己抢流量的技术专家之一。这种流量思维是每个现代人都应具备的底层能力。它意味着你要把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当成一个产品来思考如何营销它。你写了一份极其出色的季度报告，不要只满足于发给你的直属主管，要想办法在合适的场合让更高层甚至其他部门的同事不经意地看到你的思考和成果。这就是在为你的职场品牌抢流量。你有一项烹饪的爱好，不要只满足于自娱自乐，把你的食谱和作品分享到社群媒体上，这是在为你的第二人生抢流量。不要害怕被评价，更不要害怕没人看。你主动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是你向这个世界投出的一张名片。当你的名片撒得足够多时，总有一张会被那个能改变你命运的机会捡到。世界不会奖励默默的努力，只会奖励被看见的价值。回归到我们每个人的现实，抢信息、抢时间、抢流量，这3者并非孤立的技巧，而是一种内在统一的生存姿态，主动破局者的姿态。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扭转自己的心态，从一个等待被给予的接收者，变成一个主动去获取的创造者。这条路无疑是艰难的，它意味着你要走出舒适区，要面对不确定性，要承受被拒绝和失败的风险。保持等待的姿态，远比主动出击要来得安逸。但是，请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哪种痛苦更难以承受？是尝试失败后的一时沮丧，还是年华老去时回望一生，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为想要的生活奋力一搏的无尽悔恨？史特龙的故事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他最终的成功，更因为他在一无所有时敢于向命运大吼一声不。他用行动证明了人生的剧本可以由自己来写。从今天起，别再问机会在哪里，要问我如何成为机会本身。停止等待那艘将你渡向彼岸的船，因为你就是那片可以掀起滔天巨浪的无垠的大海。